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说，中美翻脸都不妨碍中国履行责任。那么，到底什么才是中国该履行的责任？各位网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刘小飞。美国最近呢，在一个问题上是一直追着中国屁股后边说寻求合作呀，就是环保领域、碳排放领域。不过求人办事呢，总要说点好听的话才行。在第26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，美国人说话的那个态度，好像还不是一个在中国面前求人帮忙的态度。比如，美国说是他们在气候问题上发挥着关键作用和领导力，而中国呢是个 outliner。这个 outliner 呢，被国内很多媒体翻译成了局外人。这个翻译让我非常的看不懂。如果说中国是环保和减排的局外人，那这事儿跟中国没关系呀。那寻求合作还有什么意义？所以我估计是翻译错了。然后再仔细一看呢，这个词儿还有另外一个意义，就是大纲。那么大概美方的意思是，美国领导全球，而中国呢也会按照相关的协议大纲执行。那么这个话就说得通了。而且后边呢，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也说了，就算是中美关系紧张翻脸，也不会妨碍中国履行自己的职责。那么这个说法也跟前面讲的按大纲执行意思相吻合。沙利文说这话呢，其实还不是怼中国的，是怼了另外一个美国人。拜登政府气候问题特使克里以前对政府说过，必须是改善中美关系才能够说服中国完成既定的气候目标。而沙利文跟国内很多人都说了，中美关系不好又怎么了？美国自己都不会因为外国压力改变美国的能源政策，中国肯定也不会。所以中国如何履行签署的协议，如何履行中国自己的承诺，跟中美关系就没关系。其实呢，某种程度上讲，沙利文说的是没错的。中国政府做出了承诺，就一定会推进。我们推进环保也不是为了取悦美国，当然跟中美关系紧张与否没关系。但是呢，就像很多人说过的，环保是好事儿，减少碳排放也是好事儿。不过我们搞环保要先搞清什么是我们的责任和义务，哪个地方是有可能人家会给我们挖坑的。环保工作有个最基本原则，就是一切要为了改善民生。如果民生条件被损害了，那么环保保护的意义又是什么呢？而且保护民生也要看是谁的民生。为全人类做出贡献当然没毛病，但是为全人类做贡献不能以牺牲本国老百姓利益为前提。所以一个国家如果没有足够的科学技术为基础，如果不能够解决清洁能源的供应问题，盲目讲减排就是跳坑里了。欧洲人可以高喊减排口号，别说是核电、煤电，他们可以一个发电站都不要，全国没有发电厂，大街上汽车还全是电动的，这个排放能有多低呀？但是他们是靠买电，自己国土上不冒烟，烟要冒到别的国家去。我们呢，没法依靠国外电力供应，这么玩不起，所以我们只能自己在领土上使用燃料。而如果能源技术没有发展到足够先进，那么我们在减排过程中就有可能掉进国外的减排坑里，那就只能是减少发电供应，减少采暖，减少工业用电，减少能源供给，吃亏的是我们自己。所以减排节能这种事儿不能靠情怀，只能靠科学和理性。另外，当年还有个坑，就是想利用环保这张牌改变和控制中国能源结构，打击中国制造业的竞争力。当然了，现在欧美方面的供应链全依赖中国，想让中国提高成本，他们自己也跟着吃亏了。所以呢，这种事儿我们肯定会做好我们该干的。只是毕竟我们的人均排放只有美国的一半，减排这种事儿呢，再怎么应该做，也不能像欧美这些胖子期望的那么积极。而且呢，从长远看，如果我们在能源技术上有一个大的发展，未来可以在不损害国内民生前提下实现减排目标，那么我们也可以高喊减排口号。反正多数国家的经济和科技水平决定了，没有可能在发展和环保方面兼顾，只能是二选一。比如说，我们可以鼓励印度当一个减排标杆。印度刚说完不认为碳中和有什么意义，结果没过几天就在联合国承诺了碳中和的实现期限。虽然印度不太会有什么先进的环保技术，但是我们仍然可以认为印度实现这个目标更容易。比如印度承诺2030年50%的电力将来自于非化石可再生能源，这种特殊能源方面印度一直有优势。只要印度愿意缓解发展速度，少生孩子多种树，美国挖的坑要坑印度就很容易。
好，关于实现碳中和这个目标，对中国到底是有害还是有利？今天呢，我们就聊到这里。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栏目，我们下期再说。